在新聞發布廳，阿萊格里用非常大的聲音朝法布雷加斯喊道：“你就是個小叉崽子，你就是個傻叉，你就是個剛當教練沒多久的小叉崽子。”朋友們，今天老 K 不小心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車禍，其實是因為下雪，但我的車開在正常的路上，在我有路權的情況下，旁邊一個女人的車突然從支路穿出來，幸好我的車上有攝像，現在相關的手續已經提交了，我認為我應該是沒有任何過錯的，所以堅持給大家做個視頻，希望大家點讚評論支持一下，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的陪伴。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今天咱們先看英超啊，因為阿森納竟然又平了，還是被最差的狼隊給逼平。今天狼队的主場，但開場5分鐘，先是阿森納這邊的薩卡在禁區內插上頭球破門，這個球傳球的時機和薩卡前插的時機剛剛好。下半場也是剛剛開場11分鐘，阿森納因卡皮耶在禁區的左路插進抽射破門，這時候已經客場2-0領先了，球迷們怎麼都想不到，短短5分鐘後，狼隊這邊布埃諾在禁區的右路兜射遠角破門。補時階段第93分鐘，加布里埃爾和拉亞的配合失誤，對方的埃多奇破門。這個球在處理對方長傳的時候，加布里埃爾和門將拉亞是撞到了一起。這種頂級的職業球員在這種處理上竟然沒有互相喊一聲，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被狼隊在93分鐘絕平。槍手阿森納的球迷真是氣得肺都要炸了。在領先的情況下，下半場狼隊的進攻慾望比阿森納強太多，每次阿森納總是領先了就龜縮，踢強隊龜縮，踢弱隊竟然也龜縮。在這種情況下，2月份掉鏈子，阿森納阿爾特塔呀，你也別怪別人嘲笑你，打個倒數第一竟然這麼費勁兒，每次一領先就想留力，就想收着踢。過去已經無數次證明，這樣的阿森納就缺乏拿冠軍的那點雄心壯志。前不久踢曼聯也是在主場先進一球就開始無效的控球，只能說太慫了。當然今天的天氣原因也是一部分，不過就阿森納這個心氣兒怎麼跟曼城爭？這已經好幾次在加時丟球丟分了，阿爾特塔真應該好好反思一下。在目前的情況下，阿森納4線作戰，後2場又是熱刺和切爾西，目前的傷兵太多，這一場沒有拿下來，後面就真的難了。今天看了比賽，阿森納這邊的馬丁內利就像對方的臥底一樣，每次球到了他那兒，馬丁內利就成了進攻的終結者。過去老 K 也說過，馬丁內利速度飛快，但今天的比賽看來，真是除了速度一點其他能力都沒有，而且光有速度，最後體能也不行。65分鐘後場，埃泽拿球想反擊，馬丁內利在旁邊散步，逼得埃澤要自己推上去。所以小馬丁就算進再多的球，也不影響阿森納球迷對他的評價呀。除了進球之外，馬丁內利有時候怎麼看都是副作用。有力氣的時候亂跑位，搶隊友的位置；沒力氣的時候各種丟球。所以今天的比賽被逼平，阿爾特塔這邊我覺得背一半的責任，馬丁內利背一半的責任。打森林隊、打蜜蜂、打狼隊，全都是好機會，都是馬丁內利吐餅。所以馬丁，你一次丟失球權會消耗左右2個邊路隊友多少體能，你自己心裡沒有數嗎？跑不動不是因為參與防守，而是因為一直丟球權，被迫就去追求。廷贝爾下半場，薩卡下場，和馬丁內利搭配都快累死了。隊友累成這樣，馬丁內利還要往人堆裡去帶球，還有越位位置去搶隊友埃澤的球，射門還往門將身上射，真的繃不住了。所以現在想想，東窗馬丁內利當時阿森納真應該賣掉。雖然從數據上來看，馬丁內利本賽季他已經有11個球3個助攻，很有可能衝擊個人最佳賽季，但只是數據上的最佳賽季。這樣的表現，估計阿森納的球迷啊都罵死了。比賽雖然打平了，但阿森納這邊的賴斯還有加布里埃爾，這倆是最想贏球的。加布里埃爾雖然想贏球，但最後一個丟球，他和門將拉亞雙方各打50大板，各應該背50%的責任。這確實是他倆溝通的問題，但整場看來，加布比其他的球員確實要有狀態。但是我們的大米先生賴斯真的可惜了，不需要任何冠軍獎杯佐證，賴斯就是頂級的世界級球員，這支球隊真正的大腿。阿森納雖然沒贏，但賴斯也沒輸。這個賽季如果阿森納真是4大皆空，最心疼的就是賴斯。中鋒澤凱賴什本賽季英超只有8個進球，他今天首發出戰了65分鐘，但仍然沒有完成一腳射門。本賽季至今，他已經在英超出场了25次，其中有15場比賽，也就是有60%的比賽，他全場的射正數都是0。虽說澤凱賴什數據不好，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應該是全隊的責任。
但現在看來，阿森納的澤凱賴什、曼聯的謝什科兩人還真是半斤八兩差不多。但謝什科年齡上有優勢呀，年紀小，未來還能轉賣，可塑性比澤凱賴什要強得多。而且謝什科的技術不糙，串聯方面腳下有活兒。至於澤凱賴什在英超看上去跑位不太好，後衛總是貼着他。其他的頂級中鋒是後衛跟着中鋒跑，但總感覺澤凱賴什是跟着對方後衛跑。在阿森納一點存在感也沒有，每次阿森納大勝的時候，澤凱賴什就混在裡面進1-2個球，但比分焦灼的時候，澤凱賴什似乎從不進球。那麼阿森納現在從領先9分，現在變成積分榜多賽1輪的情況下，只領先曼城5分。如果曼城下一場打紐卡斯爾聯隊獲勝，那麼就只差2分。關鍵的時候，阿森納2連平。接下來馬上會客戰熱刺，主場又迎戰切爾西。阿森納連戰倫敦的勁敵，而且在英超第33輪，曼城還有主場和阿森納的直接對話。這場比賽很可能將直接決定英超冠軍的歸屬。目前曼城瓜迪奧拉的球隊已經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只要贏下所有的比賽，他们就可以奪冠，不需要再看阿森納的臉色。從開始到現在，領先優勢慢慢縮小。最近幾場阿森納的戰術確實有問題。至於曼城打紐卡也不好打，等曼城贏了紐卡再說吧。今天賽後，薩卡說，更衣室的氣氛非常低落，需要好好反思最近幾場的表現。我們對結果感到非常失望，尤其是下半場的表現。現在我們必須立刻解決問題，這樣才能重新回到贏球的軌道，打出一波連勝，找回勢頭。因為我們現在確實有點丟掉勢頭了。那麼近7輪英超，阿森納是2勝4平1負，果然是到了2月就開始掉鏈子。現在他們4線作戰，賽程的壓力不小。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首開紀錄的薩卡在進球之後做出了一個在左手的手心上簽字的動作，這可能是他向外界宣告自己已經和阿森納俱樂部完成續約。根據報道，他已經成為俱樂部收入最高的球員，周薪超過30萬英鎊，合同持續到2031年。OK， 讓我們看一下歐冠的比賽。今天淘汰賽附加賽第1輪，博德閃耀對陣國際米蘭。上半場第20分鐘，博德閃耀在前場連續的精彩配合，費特將球送入網窩。11分鐘後，國際米蘭通過皮奧的轉身射門得分，1-1扳平。下半場第62分鐘，卡斯帕霍助攻，對方的海魚格劲射上角破門，國米1-2落後。短短3分鐘後，又是布隆貝格的無私助攻，卡斯帕霍破門，國米最後1-3落敗。博德閃耀的主场不好踢，人工草坪，曼聯來了都輸2個，而且不僅是曼城，他們還把馬德里競技也幹了。至於國米，意大利球隊打北歐隊一直就不太行，以前打瑞典和丹麥的球队就費勁，意大利碰到這種肌肉球隊就是有些懵。而國米的中場3位球員姆希塔良、巴雷拉、巴斯托尼表現都不好。姆希塔良也許真的老了，沒有跑動，沒有防守，傳球也總失誤。至於巴雷拉，他不上的時候國米踢得還挺好，一有他就完犢子。防守的時候，國米的中場竟然真空成這個樣子，那怎麼能贏球？每次巴雷拉打後腰，他對中路就沒有保護，對面拿球就直接面對中後衛，更別說他自己的傳球多少個失誤了。丟球的時候，巴雷拉全部都不在防守位置，處理球也拉胯的要命。而阿切爾比這種又老又慢的中後衛完全不在線，門將索莫本賽季是射正王，對方只要射正必定丟球。好在淘汰賽是2回合，看看主場國際米蘭還有沒有意外發生。至於巴斯托尼，好歹最後有傳球總數98次，精準傳球87次，長傳9次，均為全場最高。所以目前國米的問題主要出在中場。另外還有一點，意大利足協的安排真是神啦，國家德比竟然安排在歐冠淘汰賽前面，結果好了吧？尤文和國米2個隊最後都踢成這樣，影響肯定是有的。國家德比之後2個隊的消耗太大，被迫輪換。而反觀博德閃耀，他們從12月份開始就單線歐冠，所以這種完全不對等的賽事結構就跟當年的礦工、莫斯科中央陸軍一樣，這些球隊能夠屢次進歐冠16強，他們的客場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另外國際米蘭的輪換，2翼上達米安和奧古斯托，這擺明了就不想進攻啊。達米安和阿切爾比明顯已經不具備首發的水平了。而最關鍵在今天的比賽中，藍黑軍團的隊長老塔羅還在比賽中出現了肌肉疲勞的問題，他在第61分鐘就被換下場的時候一瘸一拐。賽後主教練齊沃說，我認為老塔羅受傷了，而且將缺陣一段時間，我們明天會進行評估。老塔羅的傷勢非常嚴重，老塔羅在國際米蘭這過去幾個賽季幾乎全勤，但今天博德閃耀的破場地加上低溫確實太難受了。
所以这種嚴重的措辭大概率老塔羅要傷缺1個月以上。好，今天還有意甲的一場重要比賽 ，AC 米蘭主場對科莫。上半場 AC 米蘭的門將麥尼昂超級巨大的失誤，直接將球傳給了尼克帕斯肖納大里輕鬆破門。下半場第64分鐘，米蘭的亞沙里一個長傳制導導彈一樣，萊奧接到球精妙的挑射破門，米蘭1-1扳平。下半場第80分鐘，主裁判來到了 AC 米蘭的主教練阿萊格里身邊，向他出示了紅牌，被罰下。而阿萊格里在比賽結束以後，依然對導致自己被罰下的罪魁禍首對方科莫的主帥法布雷加斯不依不饒。就在賽後的新聞發布會開始之前，阿萊格里和法布雷加斯爆發了非常激烈的爭吵，在場所有人都聽到了雙方罵出的髒話。這兩人衝突的原因是法布雷加斯在場邊拽住了準備搶球的薩勒馬科爾斯，當時阿萊格里就是因為這件事被罰下。在新聞發布廳，阿萊格里用非常大的聲音朝法布雷加斯喊道：“你就是個小叉崽子，你就是個傻叉，你就是個剛當教練沒多久的小叉崽子。”最後直到被雙方的工作人員拉開，氣氛才逐漸平息。賽後阿萊格里談到自己為什麼被紅牌罰下，他說：“不，我認為當時發生了一次犯規，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薩拉馬科爾斯正準備帶球反擊，卻被對方拉住了。我不確定是誰拉的，好像是對方替補席上的某個人，我想應該是法布雷加斯。是的，他後來道歉了，我理解。但如果下次有人沿着邊線帶球，我也來個滑鏟衝進去怎麼樣？所以我走過去是因為薩拉馬科爾斯產生了情緒和反應，我是去保護我的球員。在那一刻，科莫那邊的某個人衝我走了過來，但我也不知道那是誰。總之最後並沒發生什麼大事。這件事情是下半場第79分鐘，薩拉馬科爾斯正在邊路準備搶球，結果卻被對方的主教練一把拽住。法布雷加斯的這個做法引發了阿萊格里的憤怒，結果阿萊格里被紅牌罰下。所以意甲裁判絕對有問題，客隊主教練拉主隊的球員，然後把主隊教練給罰下去了。至於法布雷加斯，過去他在阿森納對曼聯的比賽中，那時他還小，那麼小的他就敢往福格森的臉上扔披薩餅，所以你就知道這家伙絕對是個刺兒頭。那麼這場被逼平以後， AC 米蘭現在距離國際米蘭已經有7分的差距，本賽季國米的聯賽奪冠已經擁有了相當大的優勢。近來關於 AC 米蘭和尤文圖斯的前鋒弗拉霍維奇的傳聞，弗拉霍維奇吸引了熱刺、拜仁和巴薩的興趣，不過熱刺是試探性的詢問，拜仁的興趣也是不溫不火，巴薩的興趣倒是真實存在，但目前依然處於停滯狀態，因為這取決於巴薩隊內萊萬多夫斯基的去留。而羅馬、國際米蘭和 AC 米蘭都曾經詢問過弗拉霍維奇，但只有 AC 米蘭和他的經紀人進行了接觸，而 AC 米蘭也無法提供超過600萬歐元的年薪報價。由於缺乏實質性的報價，弗拉霍維奇和尤文圖斯的續約談判得以重啟，目前雙方的續約可能性已經上升到了 30%。弗拉霍維奇留隊就必須接受降薪，但他或許會選擇留在自己感覺舒服的地方，特別是考慮到他和尤文圖斯隊友的良好關係，以及球隊的氛圍和球迷的支持。而另一邊 AC 米蘭盯上的巴塞羅那後衛赫拉德·馬丁卻無意在今年夏天加盟米蘭，因為馬丁在巴薩這是自己從小就夢想效力的俱樂部，而且他已經在隊內獲得了重要的位置。本賽季馬丁出場了34次，其中21次首發，他的解約金為1億歐元，現有合同到2028年到期。今天另一場歐冠的淘汰賽附加賽，布魯日主場和馬德里競技戰成3-3平。開賽僅僅第8分鐘，對方的若阿金塞手球送了點球，阿爾瓦雷斯操刀命中1-0領先。上半場補時階段，盧克曼角球進攻中破門，馬競2-0。可下半場風雲突變，第51分鐘，奧涅迪卡在角球亂戰中破門，1-2扳回一城。短短9分鐘後，左路的馬馬杜賈孔強行突破傳中，特雷索爾迪搶點破門，扳成2-2。比賽第79分鐘，馬競的馬克斯略倫特傳中，對方奧多涅斯自擺烏龍，馬競再次3-2取得領先。可惜第90分鐘，對方措里斯反越位成功，單刀赴會冷靜破門，布魯日3-3絕平。馬德里競技也是經典的一領先就蹲坑擺大巴，結果被對方進了2個之後又開始進攻，3-2反超之後又開始蹲坑。可現在的足球真是誰蹲坑誰就吃教訓。今天比賽對面的反搶太快，中場直接馬競出不了球。上半場是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和格列茲曼2個人相互回撤接球，所以球能夠出來。下半場格列茲曼下去之後，右路就讓對面突了好幾次。那麼3-3現在還在同一起跑線，回到主場馬德里競技好好踢吧。馬競今天被對方3次洞穿大門，已經連續9場歐冠比賽沒有能夠完成0封了。
也是他們俱樂部歷史上在歐冠比賽中遭遇的最長連續丟球記錄。過去以防守為看家本領的西蒙尼，為什麼現在防守不行了？老 K 說句難聽的話，問題出在33歲的老門將奧布拉克身上。這位1.88米，過去號稱全球最強門將，他最近的狀態確實不怎麼樣，甚至感覺替補門將31歲的阿根廷人穆索如果出場，那怎麼也丟不了3個球。阿根廷門將穆索在前一陣對陣巴塞羅那的比賽中完成0封，發揮非常出色，多次化解巴薩的攻勢，而且他身高夠，在高空球爭夺中表現非常穩健，同時他的腳下出球能力也很好。穆索可以算当今足坛最強的二门，而且沒有之一。他和奧布拉克的風格差別比較明顯，穆索很喜歡出擊，奧布拉克更喜歡靠近球門，各有利弊。過去奧布拉克門線技術世界第一，但這賽季失誤可太多了。而阿根廷的幾個門將，包括魯利和貝尼特斯，他們的門線技術都很好。老 K 盲猜一句，西蒙尼應該已經在想換主力門将的事了。好，今天另一場比賽，希臘的奧林匹亚科斯主場0-2輸給勒沃庫森，卡拉巴赫主場1-6狂負給紐卡斯爾聯隊。其他的新聞，本菲卡發布了官方聲明，完全相信普雷斯蒂安尼，對球員遭受的誹謗表示遺憾。這件事情，歐足聯宣布將開展調查，調查比賽中是否發現了種族歧視。老 K 覺得反對種族歧視是底線問題，沒有任何模糊空間。但是每個球隊的球員肯定是幫自己人說話，所以在球員身上沒有麥克風、沒有錄音筆的情況下，真相也許永遠是不可得的。普雷斯蒂安尼現在已經向自己的經紀人、向自己的父母保證，從未對維尼修斯進行過種族歧視。普雷斯蒂安尼堅持說自己說的是兄弟 Hermano， 不是猴子 Mano， 想以此證明自己的清白。但奇怪的是，如果說兄弟也用不着捂嘴吧。总之，無論最後如何，這件事情還將掀起巨大的餘波。好，最近前曼聯的助教史蒂夫·麥克拉倫在播客中透露时任曼聯主教練滕哈格和 C 羅的關係徹底破裂的原因。麥克拉倫說，訓練場上曾經有過多次博弈，滕哈格總是反覆強調，我只要你 C 羅完成這幾項任務， C 羅，這是你的職責，你必須完成它。而我以前也常對 C 羅說，滕哈格对 C 羅你的要求其實很簡單，你就是球隊的第一道壓迫防線，去跑位逼搶1次2次，如果體能允許再跑第3次，然後迅速回撤到中路，這樣一旦我們斷球反擊，就能第一時間把球傳給你。滕哈格只想讓你做到這些，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上不了場，或者如果你不想做，你也不能上場，明白嗎？否則滕哈格不會選你，我告訴你，他肯定就不會選你。這不像其他教練，我想其他教練可能會妥協，這就是滕哈格的區別。但滕哈格的態度是 C 羅必須做到，否則他就不能上場。這有點像一場戰鬥，不是打架，而是一種僵持，看誰會贏。滕哈格堅持了自己的原則，我想大多數教練都會對此妥協，有些教練就是那樣的，但滕哈格堅持了自己的立场。所以最終2022年11月 C 羅接受了皮爾斯·摩根那爆炸性的採訪，幾天後經雙方同意，他離開了老特拉福德。談到滕哈格時， C 羅表示，我不尊重滕哈格，因為他沒有表現出對我的尊重，如果你不尊重我，那麼我永遠也不會尊重你。哈哈，对這件事老 K 不想站隊，因為雙方肯定都有責任。 C 羅在季前賽缺席訓練，在場上又不貫徹主教練的戰術要求，而滕哈格呢，花了6億歐元，最後被利物浦弄了個0-7，還進不了歐冠。好的，目前曼聯將完整的展開新任主帥的選聘流程，綜合考量所有人選，即使卡里克上任以後戰績很驚豔，成為了正式主帥的熱門人選，但曼聯也不會草率決定，避免重蹈索爾斯克亞的覆轍。目前卡里克轉正已經為自己贏得了極大主動權，如果能夠延續戰績的優勢，則更具競爭力。但曼聯已經啟動潛在人選的考察，選帥流程大概率會持續到夏天，卡里克還有很多時間證明自己。而且卡里克本人也表示，不會指望俱樂部因為自己的開局很出色就做出草率的決定。OK， 這2天土耳其加拉塔薩雷和尤文图斯的歐冠淘汰賽附加賽打完，他們的中鋒奧斯梅恩接受了採訪，談到了離開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老板德老的關係。奧斯梅恩說，我為那不勒斯的球迷感到遺憾，而且我從未公開談論過發生的一切。球迷中的一些人曾經來到我家門前要我解釋，我們交流過，我讓他們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當那不勒斯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那段視頻以後，有些東西就徹底破碎了。球場上任何人都可能罰丟點球，任何人都可能因此被開玩笑，但那不勒斯只是針對我這麼做，而且還帶有某種影射。
我遭受了種族主義的辱罵，然後我做出了決定，我想離開。我刪掉了在個人社媒上身穿那不勒斯球衣的照片，他們就借機把我推到了球迷的隊裡面。要知道，我的女兒對我來說，她更像那不勒斯人，而不是尼日利亞人。至於我跟老板德老，我們有過君子協定，第2年夏天我可以離隊，但對方沒有完全遵守承諾。他們試圖把我隨便送到任何地方，把我像狗一樣對待，去這裡去那裡，做這個做那個。我為了職業生涯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不能接受這種對待，我不是任人擺布的木偶。所以我最遺憾的，從來沒有人就發生的一切公開道歉。在那不勒斯那段著名的視頻以後，德老給我打過幾次電話，僅此而已。與此同時，謠言四起，說我訓練遲到，說我和隊友吵架，全都是謊言。我為球迷感到遺憾，但我理解他們，也敬佩他們。球迷們無論如何都永遠支持俱樂部，對他們來說，那不勒斯高於一切。所以老 K 覺得呀，君子協定這種東西只對君子有效。至於那不勒斯的德老，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他的君子協定。另外，那不勒斯社交媒體當年對自己的中鋒進行嘲諷，這樣的玩笑確實開過分了，或者說那就不是玩笑。至於奧斯梅恩，他一定在那不勒斯歷史最佳陣容之中，因為他是那不勒斯闊別了幾十年奪得第3冠的核心球員。2018年，前那不勒斯球星德古茲曼還抨擊了那不勒斯對待自己的方式。他說當時的那不勒斯高層曾經為了強迫自己轉會走人，還動手打了他。而且德古茲曼坦言，當時那不勒斯的醫療團隊毀掉了自己的球員生涯。所以德老和球員間的不愉快也不是第一次了，這方面確實臭名昭著。好的，朋友們，感謝你們的祝福，大家新年快樂。這個節目真的要謝謝大家的支持，也希望您能點個訂閱、點讚、分享、評論和支持一下。那麼咱們明天再見。